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8月4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有3个主题，第一个，全国疫情浮现，莲花清瘟又跳出来抢钱了；第二个，美国即将公布病毒报告，中国全力舆论准备；第三个，拜登政府首次对台军售我们尽量的能够把这个全部讲完先讲这个莲花清瘟。那么南京这一轮的疫情基本上现在大部分的超过一半的省份都有了这个疫情。那么这个时候，莲花清瘟又出现在大家面前那么稿子是题目叫科研攻关不停歇，德尔塔病毒研究取得新进展。专访广州呼吸健康研究院研究员杨子峰这个标题一篇这样的稿子。这篇稿子呢，先是南方网刊登，然后新华社再转载，然后再到了这个微博，有几个官方媒体的微博再转载，就上了这个微博的热搜。大家知道，上了微博的热搜就成为舆论的焦点。这个，然后广州呼吸健康研究院研究员杨子峰说，中药莲花清瘟对德尔塔病毒有抑制效果。莲花清瘟开始他就讲它有抑制效果，就把这莲花清瘟往德尔塔病毒上搭这一搭呢，当然就是准备割韭菜了割韭菜。那么今天的热搜已经不是这个莲花清瘟，今天的热搜是深圳康泰生物成功分离德尔塔变异株那么这个康泰生物，深圳康泰生物是一家上市公司那么他说他取得了进展把这个变异株分离出来，为生产这个针对 Delta 的这个变异株的新冠灭活疫苗做准备这是一家上市公司那么发表一个这样的消息当然是为了帮助这家公司的股票上天这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操作非常经典的操作。当然，这个莲花清瘟也是一家上市公司。它叫以岭药业以岭药业的这个莲花清瘟胶囊，昨天是热搜，今天已经变成了这个康泰生物。你可以看到这个微博热搜已经变成了什么？已经变成了利益输送的平台那么去年2020年武汉肺炎疫情期间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上来大力推荐莲花清瘟说是治疗武汉肺炎的有效药物那么莲花清瘟也因此红遍大江南北成为这个中药领域的热门药品。钟南山敢这么干当然其中跟谁有关？跟习近平有关。习近平上台之后大力推广这个中药，那么在这场疫情当中也不断的把中药，甚至把中药列入这个疫情治疗方案里面去而且在他的这个发这个大金链子里面就有一个中药的这个院士那么莲花清瘟胶囊是上市公司 A 股以岭药业的产品公司创办人兼这个中国工程院院士吴以岭名字就是用他的名字吴以岭叫以岭药业。吴以岭家族因为这场疫情财富暴涨现在已经有20多亿美元20多亿美元是基本上是中国院士里面的首富了那么他跟钟南山为什么要推荐一个吴以岭的这个药莲花清瘟呢胶囊呢？为什么呢？因为他跟吴以岭有合作中间两个人之间有利益关系莲花清瘟到底有没有效？我们后面再讲，先讲他们的利益关系。2015年，钟南山和吴以岭
签订有关莲花清瘟系列产品研究战略合作项目。到了2019年7月，双方再签订合作协议，在钟南山任职的广州医科大学成立南山以岭，就他们俩的名字这个费洛联合研究中心，研究中西医的用这个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疗呼吸系统疾病。有没有成果？当然没有成果了啊。那么今年的4月8号，以岭药业公布业绩去年的业绩。去年以岭药业营业收入87亿那么增长50%其中莲花清瘟实现销售收入42亿那么已经超过将近它整个公司的一半增长150%。那么钟南山就成为莲花清瘟的主要的销售人员这叫什么？这叫发国难财那现在是这样，这个莲花清瘟胶囊到底能不能对这个病毒武汉肺炎病毒有治疗的作用那么我查到了一篇稿子，这篇稿子是知乎大家有空可以去搜一下。他这个标题叫罗老师重新定义了电脑，然后钟老师重新定义了有效。这个作者的名字叫1000米恐惧症他这篇文章非常详细的把钟南山对这个莲花清瘟做的这个实验，他们叫体外实验，进行了完整的剖析基本上把这个皮给扒了。他这么说这个文章这么说，现在中国关注莲花清瘟和钟南山的大概有2种人。第一种人认为钟南山力挺莲花清瘟，拿出充分的证据说他能够治疗这个新冠肺炎。第二种则是拼命的解释钟南山只是说莲花清瘟能改善症状，从来没说过他能够治疗新冠肺炎。他说，文章说，这里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2种人都被误导了。实际上现实是钟南山拿着莲花清瘟无效的证据，却在力挺莲花清瘟有效。最可怕的是，钟南山的临床实验竟然是在吴以岭开的以岭医院进行的，连研究负责人之中都渗透了以岭医院的医生，甚至这个实验本身就是以岭药业申请，不是钟南山申请那他把这个东西贴上来这根本不是什么正经的临床实验，这是以岭药业专门为莲花清瘟制造的营销广告，而钟南山则是完美的而隐蔽的充当了明星代言人的角色他说这个临床实验，我们说那个莲花清瘟所谓的体外抗体实验抗病毒实验，他说如果你仔细研究过钟南山团队做的这个实验，你就会发现非常有趣的东西。先说抗病毒作用钟南山团队做的莲花清瘟实验告诉我们，只要浓度足够高，万物皆可抗病毒那么莲花清瘟的体外抗病毒效果不仅仅是弱，是非常非常弱，连瑞德西韦跟瑞德西韦甚至差了不只是一个等量级然后他说这个什么概念呢？是这个概念，就算是在体外环境当中，让莲花清瘟抗病毒需要使用接近半数致死量1半的浓度，也就是说，如果你认准这个浓度去吃药绝对会有不少患者先被莲花清瘟毒死用个不断专业的角度来说明是什么呢？一个70公斤的人他体内含有50升的水，让这50升的水达到莲花清瘟能够抑制病毒的浓度，大概要吃20克也就是说一次大概要吃57粒莲花清瘟胶囊就能够抑制病毒。
如果你要再考虑到这个药物不能完全吸收这个因素，那你可能要吃大概再增加30%啊，增加30%大概是七八十粒啊，70-80粒。结论是什么？结论就是如此荒唐的实验，如此离谱的数据，学术界一般称之为灌水，或者是说潦草的实验和潦草的结论啊。这就是这篇稿子对钟南山当初宣传什么？宣传莲花清瘟胶囊是以对这个武汉肺炎疫情治疗有效啊，他对这个的扒皮啊，全文呢，大家自己上那个知乎去搜一下啊，就是题目刚才念了啊，我就不再念了啊。那么这次又出来了啊，这次又出来杨子峰啊，这个杨子峰有新的说法吗？我念给大家听啊，这个广州呼吸健康研究院研究员杨子峰啊，他说我们团队也展开了变异株德尔塔变异株的药物研究工作。目前来看，一些去年在抗击新冠疫情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中药依然值得信赖啊，这屁话啊！如三药三方的代表药物莲花清瘟啊，开始卖了。和一些中药单体对 Delta 变异株有抑制效果，其中莲花清瘟无论是阿尔法、贝塔还是这次的 Delta 株，都显示了稳定的体外抗病毒作用啊。进一步的体内研究正在进行中啊，非常耳熟吧？稳定的体外抗病毒作用，前面的文章讲的就是这个啊。那么广州呼吸健康研究院是个什么东西呢？它原名叫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啊，是1979年成立的啊，院长叫何建行。这个钟南山在这个研究所没有任何的职务，但是呢，他是他的精神领袖。他的介绍叫他什么呢？钟南山叫担任领军人物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研究所是跟着钟南山混的啊。那所以呢，钟南山的本职是广州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系统疾病研究中心主任啊，中科院院士啊。那么杨子峰还说在变异株冲击我国的新形势下，利用好兼具中医特色和药理依据的中成药，开展群防群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啊。杨子峰说了什么吗？杨子峰啥都没说，就是纯卖药啊，纯卖药，因为他没有拿出任何的证据证明这个药对莲花清瘟、对 Delta 变异株有任何的作用，他只是说有抑制作用啊。那么现在是有了南方网的帮忙，然后有了新华社的配合，再有微博热搜的出力，那么就开始要割韭菜了啊。那么一个没有效果的药啊，和一个一堆没有效果的疫苗是一样的，就是没有效果，但是仍然在中国大行其道啊，这就是中国，就是当今的中国，谎言横行，真相寸步难行啊，人民的健康没有人在乎。你想一下，在大规模的发生的一个大规模进行注射接种的疫苗，16亿次的接种的疫苗都是无效啊，所以这就是中国的荒唐啊。那么你可以看，现在发生在中国的疫情和2003年发生的非典和去年发生的疫情基本上一模一样。基本上一模一样，这唯一的变化是什么？唯一的变化就是这次有健康码啊，2003年的非典没有健康码。国务院联防机制8月4号召开电视电话会议啊，副总理孙春兰啊讲话，他讲了一堆话，我大概讲一下啊。他强调要紧急动员、紧急行动起来，克服
松懈麻痹思想，落实四早要求和四方责任，从严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坚决遏制疫情扩散蔓延，守住来之不易的防控成果。他说，现在近期国内出现多点散发疫情，发展趋势具有不确定性，然后这个各地要把疫情防控作为头等大事，指挥体系24小时保持运行，没有发生疫情的时关键要抓防，发生疫情后处置要快啊。然后就是外防输入一刻不能放松要这个全国开展这个院感防控。院感防控是什么？医院内部感染防控，院内传染院内传染就是郑州第6人民医院，就是河南省传染病院就发生了院内感染要开始查就整改不到位，坚决关停。什么意思呢？这个孙春兰这番话什么意思？孙春兰就是管疫情，疫情防控从去年到现在都是他在管什么意思呢？疫情严重，正在扩散当中，这番话就这个意思然后张文宏上海市新冠肺炎临床救治专家组组长张文宏8月4号开记者会就他在一个记者会上说了一番话，说什么话呢？他说，全国多地发生疫情，部分城市出现蔓延，这是考验当前防控策略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目前处于疫情蔓延和疫情防控的博弈阶段，中国大多数地区不算高中风险减缓社会流动对疫情防控有很大的帮助。然后他建议市民不要离开上海，因为他针对上海，不要出境，也不要去国内高中风险的地区同时坚持落实3件套、5还要简单来说，他说这些非常简单的策略对病毒却是致命的武器比如戴口罩、勤洗手、减少社会活动、增加社交距离、通风保持个人卫生这些常见的动作和方式，对于抑制病毒的传播起到的作用是难以估量的。大家发现他这番话有什么意思吗？我等一下再说他说出现发热症状，先去药店买药，实在了不行了再去医院，这种做法是错的。他说什么呢？他说呢，只要你发热，就去发热门诊寻求帮助那你可以看张文宏的这番话，像很耳熟吗？非常耳熟。去年中国疫情的中期就是说的这个话。你可以看张文宏讲的这一番话里面，有一件事情完全被忽略掉。什么事情？疫苗。他完全没有提到疫苗，因为大家知道我们在抗疫的过程当中，疫苗是根本性的手段。当然所谓的3件套、5还要，这个很重要就是也是很重要。这个很重要，这个在什么时候很重要、很关键？这个是在没有疫苗的情况下非常关键我为什么上次在推特上说这个张文宏那个视频里面胡扯呢？就是记者问他说，你说中国的疫苗好还是外国的疫苗好？他说中国的疫苗像国产车，外国的疫苗像这个进口车，这是胡扯。为什么？中国的疫苗是无效的，中国根本没有疫苗，没有有效的疫苗，中国的疫苗是无效的，那就不是疫苗，不是国产车跟进口车的问题，它根本就是一个是疫苗，一个不是疫苗的问题，所以那就是胡扯。但是我认为他这个话是对的，因为他这个番话实际上就把中国的疫苗给排除在你考虑的范畴之内，所以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张文宏这番话意思就是中国又回到了去年疫情的中期阶段，大家又要回到当时的状态，保持这个勤洗手戴口罩减少社交活动保持社交距离
不要离开上海啊，就不要出国啊，不要去中高风险的地区啊等等。只不过呢，今年有个特点是什么特点？今年对疫情的防控，它不是一个城市一个城市的封，它是有针对的封。就比如说这个地方发现了有人有病例确诊病例，那方圆它定一个规矩，方圆多少范围之内封停，它不全程封停，这是唯一今年变化。那么现在的情况是什么？郑州是8月4号，那么新增本土病例16例，无症状89啊，那么然后就开始封。郑州封了哪几个地方呢？封了3次调整，扩大封控范围，总共涉及27区12个街道办，108个社区，66万人。郑州封了。然后管城区4个街道办，22个社区，12万人，2区合共加在一起，现在封在家里的人有78万人，这是郑州啊。那么8月4号完成了这个核酸检测，1118万人啊，完成核酸检测。这郑州抓了一个人，这个人什么呢？抓了一个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跑到第6人民医院，就是传染病院，河南省传染病院，去那儿附近，他不是去医院，去旁边的一个网吧上网，但是呢，他就工作人员问他就没说呢，就把他给抓了啊，这是一个啊，这已经现在全国有几起，就是你不老老实实交代你去过哪儿，那就把你给抓。其实呢，会知道吗？其实会知道，其实你的行踪是被控制的啊，所以不交代也没有用啊。武汉是新增确诊病例12例啊，无感染症状8例啊，都和淮安确诊病例有关，就是那个游客。那么8月6号完成全市的核酸检测，那么总共发现了19例，其中18例都是这个工地的民工，其中19例当中，其中18例是这个工地的民工啊。那么现在就是经开区46个小区封闭管理啊，大概是这样啊，10个。另外，其他的流行病学密接的区域是10个小区，这10个小区呢，涉及到江岸区2个，黄陂区2个，江汉区、汉阳区、武昌区、洪山区、东西湖区、东湖高新区各1个啊，56个封闭小区只进不出啊，大概是这样。上海这里有个情况。就是8月2号新增的这个确诊病例，进行这个基因测序工作完成，它和最近其他地方南京的这个源头没有关联，也就是说它是个独立发展的疫情啊，这个有点风险啊，这是一个啊。那我们今天就把这个第一个主题讲完。我们讲第二个主题，讲的是什么呢？过去1个星期，大家有没有发现啊？中国火力全开，对美国开火，讲什么？讲疫情啊，疫情病毒溯源啊。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赵立坚啊，这个集中火力，这个说这个武汉肺炎病毒的来源是美国的 Fort Detrick 就是中文叫这个德特里克堡实验室，说这个武汉病毒的来源来自于武汉这个实验室，说为了掩盖这个真相，所以就说武汉病毒研究所啊。那么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将近1个星期了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都在围绕着这个开始不断的发炮啊，集中火力对付这个德特里克堡
啊，德特里克堡啊。然后呢，很搞笑啊，7月30号这个例行记者会，这个还是俄罗斯人猛啊，战斗的民族。塔斯社的一个记者啊，他是提问啊，他说，中方呢就引述这个国际研究机构的人员说人工合成病毒以及实验室泄露，说这个武汉肺炎病毒是人工合成的，或者是说武汉实验室说实验室泄露的，都是阴谋论。所以你中国一直在说这个合成的和实验室泄露都是阴谋论啊。然后呢，你现在又在说要调查美国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说这个病毒是从他那里来的。那你现在你说你前面又说这个实验室泄露是阴谋论，你现在又要去让大家去调查这个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你是不是互相矛盾呢？这巴掌打得响吧？啪啪啪！赵立坚就说啊，美方剑指武汉病毒研究所实验室，他们说，病毒实验室泄露指的是武汉实验室泄露啊，有没有回答？没有回答，就是一个巴掌打上去就响了一把。然后华春莹转发英籍亲中律师叫 Graham Perry 的说法，说西方的指控是为了扼杀中国的发展。然后环球时报说，超过400万中国网民联署要求世界卫生组织调查德克里克堡这个实验室的真相。然后这个人民日报提出了要美国回答10个问题啊，这就集中火力啊。拜登总统在今年的5月份啊提出来说这个要求这个美国的情报部门用3个月的时间拿出武汉疫情病毒的溯源报告，其实不是溯源报告，是个调查报告。那么这个调查报告你要得出个结论，到底武汉肺炎病毒是不是来自实验室啊？是不是来自武汉病毒研究所？其实讲到是这个啊。那么现在你看，现在这个离这个报告的截止日期大概还有半个月的时间，中国急了啊！中国急了，开始做各种的舆论准备啊。那么现在这个海曼资本管理创办人科巴斯很出名啊，科巴斯狙击港员的这个人，他在这个推特上公开了一张这个演艺人员推介网站，这个网站叫 Mandy.com 的截图啊。这个截图说这个中国政府针对这个武汉病毒肺炎正在进行一项恶魔的计划啊。这个募集制作这个武汉 COVID-19 阴谋论的这个 TikTok 短片，就说中国政府正在招募人做这种短片啊。这个截图显示，这项工作要求应聘者在家里不同的位置拍摄5段 TikTok 短片，每段这个视频啊 TikTok 视频，每段要穿不同的服装，拍摄的内容就是 COVID-19 阴谋论啊。中方会给你什么呢？给你提供剧本。那么拍摄者要装成这个 TikTok 医生啊，令这个影片看起来在医学上很有说服力，让其他人相信你啊。应聘者的酬金是100英镑啊，这是中国政府正在做的一个恶魔计划啊。截图说这个应聘者拍摄不必用很完美，手机拍摄都行，但是呢，短片要在8月2号完成，然后会和其他人的短片剪辑在一起，在 Facebook 上这个播放啊，说这个会非常的流行啊。这个基本上
这是 Kelbus 在推特上面的一个话啊。那么现在的情况是什么？现在的情况就是，美国的情报部门在8月份就要公布他们的报告啊，这个报告。然后呢，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共和党的议员，就是他领导的众议院的中国工作组，在8月2号公布一个报告，溯源报告啊。那么他认为现有的信息可以知道啊，确认有记录显示中国在混淆是非、隐藏、销毁证据，同时啊，认为完全可以证明，就是大量的证据可以证明所有的问题都指向武汉病毒研究所啊。这个其实武汉病毒研究所这件事情，在疫情发生、武汉肺炎疫情发生大流行的时候，就是在向全国扩散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那个时候已经有非常清晰的证据链和结论啊。当然，现在中国不认账啊，不认账没关系的，互联网是有记忆的，大家可以往前看就好了啊。大概就是这样。中国现在有点疯啊，有点疯，原因是他很害怕那个报告啊。这第3个主题是拜登政府首次对台军售啊，那么这是拜登政府上台之后就没有对台军售，这是第一次啊。8月4号，美国政府美东时间8月4号公布，那么7.5亿美元这自行火炮 M109A6啊，那么1月之后生效。台湾方面表示啊，有助于提升地面部队快速应变和火力支援能力啊。那么这个通知是这样，军售案包括40辆 M109A6的这个自行火炮和1700套可以将炮弹强化为更精准的 GPS 制导炸弹的套件啊。那么这个火炮原来就是打炮弹啊，然后把这个炮弹变成一个 GPS 制导炸弹，那就一炮打出去，它可以找到很精准的找到目标啊。那么现在是一个火炮重27吨，27.5吨啊，然后是由车辆牵引，车长9米，宽3米，车高3.3米啊。那么射程是，如果它现在的是能够发射这个就是一种特殊的弹药，这个弹药射程可以达到3万米，哇，很远的啊。好吧，我就不具体说了啊，大体上是这样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这么多，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那么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好吗 ？OK， 明谢、唐伟，谢谢 ，Mike 猪，谢谢 ，Helen， 谢谢 ，Cute Kate， 谢谢。莲花清瘟这么有效，那是不是可以以后不用严防死守，可以放开了？当然他是骗人的啊。老了王，谢谢，赶上直播啊，感谢这个精神丰盛的园地啊，感谢，谢谢。观点，现在还是盛夏，对于很多国家地区，包括东南亚、非洲、印度和中国，真正考验将是未来秋冬季，并可能非常残酷。控制疫情的唯一最终解决方案就是高效的疫苗，如 mRNA 啊，而且这已经是一个现实，人类必将与这个病毒永远共存，但在缺乏有效疫苗的情况下，以 Delta 变种的传播烈度，秋冬季是不可能控制的。他讲的一个基本的事实就是冬季，其实核心的是在冬季，冬季最危险。但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国产疫苗那 Delta 这
这 Delta 这个，据说现在有人在质疑现有的疫苗是不是有效。CDC 我看到不是很权威啊，我看到 CDC 建议大家又戴回口罩，但是到底怎么样没有结论啊，我没有看到结论性的东西啊。观点：科学也要政治挂帅，然而墙内太多人在追捧被吹起来的伪科学，唯一起到作用抗疫的措施仍然是硬封城。硬封城带来的次生性灾难没有人关注，心理伤害更是一个有可能带来长期影响的问题。观点：打卡 DC 啊，我干病毒免疫20年，莲花清瘟当安慰剂还可以，老钟这种行为属于利益相关，强烈批评。这叫批评吗？你批评就可以了。他老钟，你跟他很熟吗？你干病毒免疫20年，我认为我不相信你当了20年的病毒免疫啊。病毒免疫是什么鬼？是什么行业？你能跟我说说吗？来跟我们讲讲行不行？什么叫病毒免疫行业？是什么行业啊？情况：国内医疗卫生系统稍有医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莲花清瘟胶囊对新冠无效，但这些知情人只占中国人口的约7/1000，剩下的大多是迷信中医的韭菜。这么大的市场，浪费岂不可惜？反正吃不死人。不过我要对着1000万人睁眼说瞎话，我是实在做不到的。我刚才在节目当中我没有讲一句话，其实我在节目开始之前，我是想说这句话，就是说一个人还是要有点脸面的嘛，对不对？你不能为了钱，你像钟南山这样的人，你比如像这个以岭药业这样的老板，他们已经很有钱，他还要为了更多的钱这么不要脸啊！我真的是无法想象啊！我知道人性有黑暗的地方，但是人性可以肮脏到这个程度，超出我的想象。为什么？你要知道药是干什么？药是救命的呀。如果你的药是无效的，你会把人害了啊！这个太可耻，太不要脸。观点：体外抗病毒实验基本上等于胡扯啊！病毒在体外培养环境非常脆弱，加一撮盐、滴2滴醋就能杀死病毒啊！说莲花清瘟抗病毒和说喝酒治新冠一样荒唐，非常正确。观点：要达到体外抗病毒，用稀释的漂白水就可以了。单谈体外抗病毒毫无意义，非常正确啊！观点：用科兴疫苗割了一次韭菜，现在又用分离戴尔 Delta 变异株制造新疫苗的借口再来割一次啊！其实割韭菜这件事情是需要很多配合的啊。第一个，做这件事情的人，比如说这个以岭药业啊，他把这个莲花清瘟做出来啊，然后他出来声称这件事情，声称他能够抗病毒，这第一个。第二个，有人开始吹捧，比如说钟南山，然后要媒体帮忙，媒体要把这个事情传播出去。其实中共的媒体是这件事情做割韭菜这件事情，其实呢是要媒体配合的。还有一个什么？还有就是官僚的这个医药系统根据这个配送，它配送到什么地步啊？中国外交部在去年疫情期间，他给海外留学生发这个药包里面的其中一个标配就是莲花清瘟。那你想想看，外交部也要配合，这里面都是钱，都是利益啊！所以这就割韭菜呢，也不能全怪韭菜，有的时候韭菜有责任，韭菜自己是有责任的，但是这个局其实是所有的这么多个 party 一起合谋来骗这个韭菜。情况：前几天收到联通短信通知，说为了防短信诈骗，
联通公司从8月10号开始关闭国际及港澳台短信接收功能，土共全力在封锁消息，怕美国公布病毒报告传到国内，非常对。观点，别看他们吹得凶，最后病毒会教他们重新做人。病毒最不讲政治正确，专治各种虚假宣传，反制反疫苗。情况，北京最近国有银行在各门店推销二维码，取代店内的微信、支付宝二维码，优惠条件是不收手续费，这样可以把所有的收款重新回到银行里，踢掉微信、支付宝的钱。这个可以理解，为什么？因为他们有新的杀气。什么杀气？数字货币观点延续早上的话题，纯粹的理想主义者都是危险的。他们为了达到自己的伟大理想，不惜一切代价。希特勒、习近平和灭霸都是 OK。观点虽然对王老师对于张文宏的那段视频评价持不同意见，但王老师去年预测今年下半年看中国疫情的推断非常的佩服。我还是这样说，我还是这样认为。专业人士，你身处的环境很复杂，我可以理解我也在那个环境当中生活过。你可以选择不说话，但是不能够说假话。专业人，我讲的是专业人士，为什么？因为你说假话会涉及到很多的生命，所以不能够说假话。你可以不说，或者你可以说废话，但是不可以说假话。你比如说，中国的疫苗是国产车，外国的疫苗是进口车，这个比喻就是非常误导。你可以说中国的疫苗是国产车，但是没有轮子的国产车，那可以，你可以这么讲，这个我觉得我可以接受。那你只说中国的车是国产车，中国疫苗是国产车，这就是误导。情况，广西多处地市发布加快推进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的通知，9月10号起，未接种疫苗人员不允许进入疫苗防控重点公共场所。情况，坐标西安关闭了所有的景区和各种文博场馆以及 KTV、影院等娱乐场所，但是当局没有报告一例西安的病例。民众现在很担心，因为瞒报是当局的一贯手法，只有捂不住了才公布出来，非常对。西安是有吧？我印象中西安好像有，但是好像不是很多的那种提问：中共为什么要造谣？美国单日新增病例14万，其中70%至少一剂新冠疫苗，普通民众怎么辨识这些谣言？普通民众是没办法辨识这些谣言，没有办法是什么？就是不要去看这些媒体就好了因为会造这种谣的媒体，你看得很清楚，全是红媒大家知道一点，谣言是什么？谣言是假的。那么，如果你只有单一的信息源的话，你看到这个谣言，你是没有辨别能力的。所以呢，你有更多的信息源，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明明知道那是一个造谣的媒体，比如说人民日报人民日报当年造了多少谣，你还只看这样的媒体，那你就没有办法。所以你不要问我这样的问题，这样的问题我答不了你为什么？我们讲过无数次，就是怎么办的问题提问：拜登政府如何运用病毒溯源报告？如果索赔，中共国不会乖乖就范吧？他们有什么强制措施可以运用？第一个，拜登政府要情报机构做的不是病毒溯源报告，他们是用他们的情报资源去进行一个结论分析，而不是溯源报告。溯源报告必须是科学家这个病毒学家这些科学家进行的工作，不是情报机构的工作，这是第一。第二，这个他怎么运用这个报告我不知道他会怎么样发展我也不清楚，但是我相信
这件事情肯定是重磅级的啊，不会很久，马上就会发生，不着急啊，我们就看吧啊。提问：习近平连任是不是也有自保个人的因素？既他害怕下台就有危险，也许吧，也许吧，反正他是叫什么？就是他只能往前走，退是没退路的了啊。情况：中国前15大房企，华夏幸福2021年7月30日要债券违约，违约累计高达815亿啊！这家公司完蛋了，股价暴跌85%以上。华夏幸福负债4100多亿，子公司九通投资负债1756亿，这家公司完蛋啊！情况：我姑姑是街道信息员，就是统计每一个街道应打疫苗的人数。现在每一个街道都有打疫苗的任务指标，但是任务指标是去年人口普查的人数为基础，现在人数严重不足，已经在鼓励未成年去打疫苗。就是编故事嘛。去年人口普查，你告诉大家有5万人，结果实际上只有4万人。然后下面给下的任务既然你报5万人，那你就要打5万个疫苗了。发现人数不对了，人数不对，那怎么办？未成年人去凑吧，就是中国就是个谎言的国家啊。情况：最近看一个油管视频，是一位上海老中医口述，他说中医已经名存实亡，包括中医和中药。中药现在很多是人工制造，药效不如天然。他举例人参药材，中医医生现在看病用的都是西医手段。他说中医已经名存实亡。我们有一个专题节目专门讲中医中医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是我们的经典栏目之一那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关于中医的这件事情，我们就不说了，好吗？提问：我看到人民日报公众号突然发什么美国运动员恭喜中国运动员，底下评论一片，这才是美国和中国应有和平相处的方式，这也算舆论准备的一部分吗？我不觉得。中国官方媒体的任务就是2件事，我们是好的，他们是坏的，永远在说这样的事情。所以舆论准备主要，美国的舆论准备主要是攻击美国，讲病毒在美国发生的那是舆论准备，这个跟那个没有关联吧？我没有看到他们之间的关联。观点：我太太是医疗研发体系的一员，国内医疗推中药主要动力是创收，就是挣钱毕竟化药的利润被压得死死的，无法达到收支平衡。挣钱是肯定的打疫苗也是为了挣钱情况：坐标美国大药厂。早在去年夏天，辉瑞和 Moderna 疫苗还没出来的时候，公司就发邮件给员工提醒，当心来自中国的黑客入侵公司的电脑系统，因为辉瑞已经受到中国黑客攻击。FDA 警告拥有类似技术的公司也要提高警惕。那个时候那段时间的疯狂提问：国产疫苗还打不打？国产疫苗要打就打，虽然无效你就打呗。为什么？你会面对这个不便所以我觉得还是应该打提问：国产疫苗几乎无效，导致疫情失控，中共会不会因此进口疫苗让群众自费去打？不知道。你就现在不是在等那个就是复兴他们的这个德国的疫苗嘛，对吧？你看看这个情况怎么样呗？情况：我们这里如果退休人员不打疫苗，就无法领到退休工资。旁边一个半瘫痪、有各种疾病的老人，最后被家属坐轮椅去医院打了疫苗。情况：只要被隔离，就要喝成分不明的中药，那种塑封的小袋子，而且监视着喝，每天都有。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